有一个医生啊，他接到同事的电话，叫他去打麻将。然后他说：“好的，我马上去。”医生的老婆听到就有点紧张，问医生说：“很严重吗？”医生说：“很严重，已经有3个医生在那边。”大家好，我是方世清医师，我在未来健康研究院分享医疗新知。这一集我们要提到睡眠力，睡眠的能力，怎么样来增加我们睡眠的能力呢？我们先提到小朋友和年轻人啊，是要睡就睡，睡得又香又甜，从来没有睡不着的问题。到了中年以后啊，你如果没有规律去睡觉啊，1-2天睡不好，整个睡眠周期乱掉，随便一些小事情放在心上就睡不着觉了。1个礼拜啊2-3天睡不好是很常见的。到了老年人啊，更是漫漫长夜，半夜就坐在床边，天还没亮就等着去公园运动，白天坐着打瞌睡，真的到了床上反而是睡不着觉，然后睡了一下又一直醒来。所以睡眠能力啊，随着年纪啊是一直在降低的。年纪大了，晚上睡不够，白天不够醒，几乎整天都是醒醒睡睡，睡睡醒醒。之前方医师提过，睡眠的重要功能在清洁大脑、整理大脑。大脑要保养好，要有好的睡眠。年纪大了，睡得断断续续的，造成大脑退化的重要原因。所以这有一个3角关系哦，睡得不好，睡得断断续续，大脑退化，所以跟年纪在一起。年纪大了，为什么睡眠能力就会降低呢？首先我要介绍一种大脑的重要的一个神经细胞，叫做食欲素细胞。没错，就是我们吃东西的食欲啊，但是它跟吃东西没有关系哦。它在大脑的下视丘，下视丘在哪里呢？就是我们整个头部正中间的位置啊。我们平常都提到多巴胺、血清素这些重要的神经传导物质啊，它们的背后有一个大老板，就是食欲素。一开始被认为啊，这个食欲素跟食欲有关，后来发现呢，它最大的功能是保持清醒。如果食欲素不够啊，就会很想睡觉哦。有一种很特别的病叫做猝睡症，因为这种病人呢，大脑的食欲素细胞不够，所以呢，整天想睡觉。那稍微给他刺激一下，食欲素就用完了，然后就马上躺在地上睡觉。在去年啊，2022年，科学杂志上有一篇文章解释为什么老年的睡眠啊变得断断续续的。原因是因为老年人的食欲素细胞变少了，而且啊这些变少的细胞啊变得比较兴奋，常常在放电，造成睡眠当中啊一直醒来，断断续续的，不是很稳定，连白天也是精神上断断续续的，常常打瞌睡。我们可以看到哦，年轻人的白天是很清醒的，晚上呢，他可以有规律而稳定的睡眠周期，也就是熟睡、做梦、熟睡、做梦。但是到了老年啊，白天就开始打瞌睡，晚上呢，他很早就想睡了哦，睡眠时间是往前移动的哦，睡眠内容变得不稳定，睡眠周期断断续续的，周期不漂亮，而且睡眠时间变短了。这些都是因为大脑中的食欲细胞变少，而且变得太兴奋，变得不稳定。我现在讲一个笑话分享一下哦。有一个医生啊，他接到同事的电话，叫他去打麻将。然后他说：“好的，我马上去。”医生的老婆听到就有点紧张，问医生说：“很严重吗？”医生说：“很严重，已经有3个医生在那边。”大脑要保养好，最直接、最有效、最免费的方法，就是要睡得好。睡眠能力随着年纪在退化，怎么样就是睡不好，怎么办呢？想要努力的去睡啊，却不知道怎么努力。这一集我们要提出的6个方法，让大家知道如何睡得好，可以用力的地方。好。要睡得好，第一个方法就是要光，光线的光。
我们为什么要睡觉呢？因为我们住在地球上，跟着地球转。我们身上每一个器官都有一个时钟哦。大脑的下视丘里面有一个最大的时钟，这个时钟啊，就是说我们这个身体基因的表现啊，跟地球是同步的哦，都以24小时为单位在走。随着年纪增加，这些管时钟的细胞减少了，这个时钟就变得不稳定。这时候就需要我们从外部来校正。以前我们古时候用的机械表啊，每隔几天就要用手动去校正它，加紧发条。那么如何校正我们的生理时钟呢？方法就是每天早上固定的时间起来照天光，不要小看这半个小时哦。照这个天光啊，可以把你的生理时钟调得比较精准一点。有一句话说，早睡早起，应该改成早起早睡。其实决定你什么时候起床啊，不是你睡觉的时间，是你早上照光的时间。所以每天都要固定时间起来照光，不管你睡得好不好，睡得不好也是7点8点照光。第二个增加睡眠力的方法就是要黑，要充分的黑啊，不是暗而已哦，是黑哦，也就是几乎没有光哦。你知道我们的褪黑激素啊，从松果体分泌出来，它很害羞啊。如果你睡觉前玩手机有一点蓝光啊，它会害羞的出不来。年纪大了，褪黑激素啊，只剩下年轻人的1/2甚至1/4啊。所以如果你补充一些褪黑激素，或者是吃效果更强的褪黑激素刺激剂是可以的。但是褪黑激素本身的作用很弱，它只是一个像跑步起跑的吹哨者。我们身体的睡眠系统要不要配合呢？还不一定，它没有什么强制性。所以呢，褪黑激素并没有像安眠药、镇静剂那一种强烈的效果。而且如果你吃褪黑激素，必须要在黑暗中才有发生效果，也就是同时要把灯关掉，然后再加上吃褪黑激素。那晚上呢，老人家常常要上个厕所啊，这么暗怎么办呢？常常要开个小灯啊，可以戴个眼罩，便宜的简单的眼罩就可以了哦。尤其是到了早上，有时候有一些窗户的光啊，这也会影响我们睡眠的。所以你要多睡2个小时啊，把眼罩戴起来是一个很方便的方法。第三个，我们要增加睡眠力的方法就是要累。体力的活动啊，做一些运动啊，白天上班劳动啊，身体上的能量分子呢，叫做磷酸化腺苷。然后把磷酸化这个能量用掉之后，只剩下腺苷。那身体有很多腺苷啊，它会跑到大脑去，它会告诉我们的大脑说，哇，现在能量不够啊，应该要好好休息睡觉了。那这个腺苷的确是可以帮助我们睡觉的睡眠的。但是如果你喝咖啡啊或茶，里面的咖啡因呢，它会骗我们的大脑，让它没有办法跟腺苷作用。所以呢，即使你已经累了、低能量了，你大脑还不知道。那咖啡因的半衰期啊，最长可以到9个多小时。所以一般你下午3点以后啊，对于敏感的人呢，就不适合喝茶或喝咖啡了。第4个方法可以改善睡眠力的，就是要凉。我们的体温有自然的日夜周期，下午温度是最高的，到了晚上开始降低，一直到半夜4点是最低的，可以降到0.5度。我们要先有一个概念，我们身体跟大脑呢，在白天的活动跟夜晚的活动是在不同的状态。如果我们要睡，我们要入睡，就要配合晚上的这个身体跟大脑的状态。在身体方面来讲，我们体温降低呢，就是一个配合夜晚的身体的状态。你可以洗个热水澡啊，让身体凉凉的。天气热的时候呢，你把电风扇、冷气该开就开了，让体温降低一点，凉爽一点，是一个入睡的好方法。第5个方法可以改善睡眠力的，就是要频率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做一些重复单调的事情。我们知道大脑是停不下来的，它随时随地都在想事情，尤其在睡觉前啊，这一段空白的时间，它想得更凶啊。如果你放任大脑随便的想，
就会越想越睡不着。但是你说不要想就不要想，有这么简单吗？我们只能够先减少乱想的火力。那如何减少呢？我们可以用佛教或道教的方法，譬如佛教说止念，停止念头啊，止念；道教说守一啊，守住单一啊。方法有很多种哦，我们可以找一些单纯重复的事情，无聊的去做，这样子可以分散一部分的精神，来消减乱想的火力。比如说可以观呼吸啊，你不用特别去控制你的呼吸，只要观察你的呼吸就好，不用特别去数数说我呼吸了几下了，都不用，你观察自己的呼吸的状态就可以了。比如说你可以重复啊，有人会默念同一段经文啊，或者是甚至有人手部做一些同样的甩手的小动作啊，这些都可以分散你的注意力啊。甚至你什么都不用做，不用主动的做，你放一段纯音乐，或重复的一些频率的一个声音，这些都可以转移你部分的注意力，消减你乱想的火力。最后一个方法也是方医师独创的哦，是可以改善睡眠力的一个重要的方法，就是要图像。我刚刚提到入睡啊，我们必须配合身体跟大脑睡觉时候的状态。身体觉得凉爽，就是配合身体睡觉时候体温降低的状态。用图像思考，就是配合睡觉时大脑思考的状态。平常我们的思考方式啊，是逻辑思考，就像跟别人讲电话啊，或者是用 LINE 跟人家聊天啊，这时候启动的大脑是前脑。但是我们睡觉的时候是启动后脑的，不是用前脑的。后脑是图像的资料库啊，所以我们做梦啊，一定是图像的。你从来不会做那一种好像在跟人家讲电话的一个做梦的方式啊。所以啊，这个在做梦的时候啊，这个一定是出现图像的。所以横竖啊，我们睡觉前啊，一定会乱想。那怎么办呢？就要把大脑这个思考的方式啊，改成大脑睡觉时候的思考方式，也就是把想改成观啊，就像在看电影啊、看舞台剧一样，连自己在舞台上啊都被自己看到。这样子的用脑方式呢，很神奇的哦，会越观越睡着。那到底要观什么呢？你可以把你自然浮上心头在担心的事情啊，通通改成画面。好，比如说你担心明天开会的情况，你就设想明天开会的画面啊。那如果没有特别要注意或担心的事情，你可以想一些轻松的画面啊，比如说你曾经去过的地方啊，很轻松的地方啊，那个画面把它放在心里面去看它啊。那你要把每一次啊的画面当做一个入睡的攻击行动，每一个行动可以持续个十几分钟啊。如果失败了，你稍微休息一下，那你再准备第二个画面再继续攻击啊。一个晚上要入睡啊，准备几个攻击的画面就可以慢慢入睡了哦。所以睡觉前啊，你的用脑方法其实跟静坐冥想是一样的，它也是一种睡觉的练习啊，也就是先止再观啊。所以静坐冥想呢，可以当作是啊一种睡觉的练习哦，也算是一种半睁着眼睛的睡觉。因为他做的方法就是先止，也就是观呼吸，然后呢再观什么呢？观你心里的念头，而不要去评断它。想睡就睡的年轻岁月，青春岁月已经过去了。上了年纪，你想要保养好大脑，就要努力认真的来睡。当然努力要努力的方法，而不是嘴巴上一直说我要睡我要睡，或者一直担心啊今天睡不着怎么办？我明天有重要的事，我死定了。当然很多人是直接投降的，直接吃镇静剂。当然偶尔吃是 OK 的啊，天天吃就不行。我今天提出6个要啊，就是努力睡觉的具体方法。要光，要黑，要累，要凉，要频率，要图像。这些方法都是配合我们身体大脑睡觉状态的自然方法。
睡觉可以养脑，养脑必须睡好。希望大家能够睡个好觉，大脑健康。谢谢大家的观赏，谢谢。我是方世清医师，每星期二、星期五晚上6点，我在未来健康研究院和大家分享医学新知。欢迎追踪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并在留言区分享你对今天节目的想法或建议。